新鮮芒果和鳳梨打成黃橙色的果汁，慢慢倒入杯中，最後再將小黃瓜和美濃瓜汁做點綴，一杯清爽的漸層系果汁就完成了。因為我們剛剛去了菜市場，就熱對吧？一直流汗，對不對？所以我想要透過很簡單的方式幫大家補充一下水分。對，所以這杯果汁是水分很高的果汁哦。馬卡龍色的夏日特調是林小慧看拍攝團隊流太多汗所特制的補水果汁，只是這杯漂亮飲品原料竟來自一批被通路淘汰的醜蔬果。像芒果啦，芒果今年的產季也是過剩，所以很容易在農友那邊在販售的時候很容易就有這個斷掉。可是你看哦，其實削下去以後啊，你看其實裡面是沒有黑黑的，所以有些消費者就是有可能我們在市场看到這種，我們還是可以買它，只是說有些如果是黑點加軟軟的話，那個就直接就是壞掉。可是像一般如果是黑點可是没有軟軟的話，其實還是都是可以用，切起來還是很完整。除了長黑斑的芒果，還有彎成 C 字形的小黃瓜，跟長成雙胞胎的香蕉，因為外形太特殊被通路拒絕，但對林小慧來說卻是無可取代的頂級食材。這收熟咯，唔是想熟啦，來講掉下去的，伊掉咧肚，都是一個活魚啊。好啦，好啦，無提這兩粒啦。提這2粒就好啊，加一個番薯葉啊，無整甲水都人都唔通過啊。哦，安尼即馬若無整甲水安尼，就較歹啊，較歹，咱介紹就無遐好啊。你開始騎進去的時候，你就發現到，這市場很酷，為什麼老人那麼多，而且超老的。然後再來就是，大家為什麼一塊布就坐在地上，然後也都不會買，然後就開始一攤一攤去問。為什麼會這樣？對，然後就開始了解說，原來這個醜蔬果，就是說這些農友他們種出來的心力，所有的苦心都是一樣，可是這就是天公伯給的禮物啦。我只是打果汁，不然我來試試看好了。對自己在試的時候就發現到，哇，很多醜的其實甜度是很可怕，甜度可能比漂亮的再甜很多。我剛剛去買那個阿嬤有那個呢，好誇張哦，會有芒果耶。從挑選食材開始，林小慧希望把資源回饋給相對弱勢的老農，而在果汁製作上，她也下足功夫，每一杯特調都是為不同客人所量身打造。開始很多人，因為我們一年四季都賣蔬菜水果汁，所以開始很多人是來自感冒、喉嚨痛，怎麼了？上廁所就開始來找你了，我是因為這樣子，我才開始又再去進修，也有那種情緒不好的眼睛特調，也有那種他現在正在需要創作靈感的眼睛特調，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原來如果一杯果汁可以帶來那麼大的附加價值，那我們是不是要給他更多的力量，而不是只有說，夠吧就 always 好像都是只有紅蘿蔔這樣子。如今能精準洞察客人需求，打出特調果汁，很難想象以前的他根本對水果一無所知，只是為了照顧肝癌末期的爸爸才開店。跟同事我們在聊的時候，我就說有沒有什麼工作是那種財務自由，時間也自由？然後在15年前就很多人就講說，就賣西瓜汁啊，就感覺成本也很低，果汁機好像就是1-2千塊就可以，然後那個桌子你就用那種路邊攤的桌子啊，甚至是那種就是可能芒果牛奶可能先打芒果汁再套牛奶，就是你都不會做這樣子。剛開始早期，然後糖跟水跟冰加非常多，一杯當然就是獲利非常高啊，就可能成本可能才幾塊錢，你就覺得好像這樣賺會賺很多，可是你好像剛開始是用這種方式在賣的時候，生意其實沒有人會理你。創業初期，他無心經營事業，只想在工作之餘多陪伴父親。然而命運捉弄，他因工作錯過末班車，更錯失見爸爸的最後一面。那時候蠻痛恨果汁，因為我覺得是果汁害我沒有，就是這麼重要的時刻，我是完全錯過。然後後來才知道說，他就是會一直打電話給很多人說要來
要來幫我工作啊，然後不然就會講說小慧不會切鳳梨，她要來幫忙切啊，不然就會說小慧生意這麼好，會有人來偷錢啊，她要在這邊顧着，不要讓人家欺負她。對，我爸爸那時候是這樣，然後我才知道說，天哪，我爸好像有點以我這個行業別為一個驕傲。對，可是那時候其實我生意是蠻慘的，因為根本不會打果汁。人走了，但父親留下的期待反而成為他前進的信念。我那時候是先盤點雲林所有的農特產品，那時候在做測試的時候，用了46種，所以我就想說，好，那我們就用這些醜蔬果來推給小孩子。那小孩子他們就很喜歡，那很喜歡的時候，就再帶到那個課程的時候，就覺得，那我就順勢告訴他們醜蔬果的一些力量。其實我們的力量沒有辦法說我們全部收購那麼多的醜蔬果，我們比較希望是說，讓更多人一起來認同醜蔬果，從認識到認同。從對果汁比例毫無概念，到現在能幫每位客人打出專屬特調，也在市場中看見醜蔬果的價值。他更帶着這份初衷，一步步走進食農教育的推廣之路。